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蛋白质的学习了。蛋白质是生物体中广泛存在的一类生物大分子，是人体必需的宏量营养素之一，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。蛋白质是人体细胞中含量最为丰富、功能最多的大分子物质。从人体细胞、组织、器官及系统的构建到功能执行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蛋白质。蛋白质对维持生命和健康发挥极其重要的生理功能。第一节，结构与理化性质。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位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自然界中氨基酸有300多种，但构成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1种。其中必需氨基酸是指人体不能合成或合成速度不能满足机体需要，必须由食物提供的氨基酸。非必需氨基酸是指不一定需要从食物中直接供给的氨基酸，但也为人体所需要，只是在人体内可以合成，不一定必须由膳食提供。第二节，消化吸收和代谢。首先，消化吸收是未经消化的蛋白质不易吸收，刺激胃黏膜壁细胞分泌盐酸，主细胞分泌胃蛋白酶原。胃蛋白酶经过盐酸活化成胃蛋白酶，从而发挥水解蛋白质的作用。食物在胃中停留的时间短，对蛋白质的消化有限。在胰腺和小肠黏膜细胞分泌的蛋白酶作用下，小肠才是蛋白质消化的主要部位。关于代谢，所有体内蛋白质都在不断更新。成人体内的蛋白质每天有1%到2%分解，其中主要是肌肉蛋白。分解产生的氨基酸中，70%到80%被重新利用合成新的蛋白质。关于体内分布，蛋白质含量约为体重的16%，但在体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。例如，肌肉中的氨基酸约占总代谢库的50%，肝脏约占10%，肾脏占4%，血浆占1%到6%。消化吸收的大多数氨基酸主要在肝脏分解，而血浆氨基酸是体内各组织之间的氨基酸转运的主要形式。关于排泄，人体肠道中的蛋白质不仅来源于食物，还来源于肠道脱落的黏膜细胞和分泌的消化液中的内源性蛋白质。每天约有70克内源性蛋白质进入人体消化道，其中大部分被消化和重新吸收，而未被吸收的蛋白质由粪便排出体外。未被合成代谢利用的氨基酸则可转变成尿素、氨、尿酸及肌酐等含氮物质，由尿和其他途径排出体外或进入糖脂代谢。第三节，生理功能。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、组织、器官结构的主要物质。除水分外，细胞中的蛋白质约占细胞内物质的80%。成人体内每日有1%到3%的蛋白质需要更新。肠黏膜细胞平均6天更新一次，而红细胞平均120天更新一次。摄入适量的蛋白质有利于儿童生长发育、成人体内的蛋白质更新以及疾病康复。蛋白质也是构成免疫器官、免疫细胞以及免疫活性物质的物质基础。免疫细胞及免疫球蛋白可以直接抵御外有害物质的入侵。几乎所有形式的免疫功能均受蛋白质营养状况的影响。蛋白质营养不良会降低免疫力，对 T 细胞系统产生有害影响，会导致感染增加、住院患者的并发症和死亡率增加。供给能量是蛋白质的次要功能。蛋白质在人体内降解成氨基酸后释放能量，是人体能量的来源之一。当机体摄入蛋白质超过其对蛋白质需要时，多余的蛋白质可分解产生能量。第四节，摄入水平与健康。蛋白质的食物来源可分为植物性和动物性2大类。植物性食物中，谷类蛋白质含量约为8%，作为居民的主食。由于摄入量大，是膳食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大豆富含蛋白质，其蛋白质含量较高，有35%到40%，氨基酸组成也比较合理，在体内的利用率高，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。蛋类含蛋白质11%到14%，奶类一般含蛋白质约3%，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，都是人体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。肉类包括家禽、畜和鱼的肌肉，新鲜鸡肉蛋白质含量15%到22%。一般而言，动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优于植物蛋白质。2种或2种以上食物蛋白质混合食用，
可充分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，提高其营养价值。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，会引起疲倦、体重减轻、贫血、免疫功能和应激能力下降，并出现营养性水肿或极度消瘦。蛋白质缺乏在成人和儿童中都有发生，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更为敏感。轻度的蛋白质缺乏主要影响儿童的体格生长，导致低体重和生长发育迟缓。血清总蛋白低于60克每升，白蛋白低于35克每升，前白蛋白低于250毫克每升。尿肌酐，男性低于7摩每24小时，女性低于5.3摩每24小时时，提示可能存在蛋白质缺乏，可结合蛋白质摄入量看是否存在蛋白质缺乏。当人体蛋白质丢失大于20%时，生命活动就会被迫停止。这种情况一般出现于严重贫穷和饥饿人群或久病的患者。当摄入过量，目前还没有蛋白质过量危害的确凿证据，但是高蛋白质摄入影响的研究一直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。高蛋白摄入可能导致肾小球损伤和蛋白尿，较高的动物蛋白摄入量可增加肾结石风险。一项追踪8年的前瞻性研究显示，动物蛋白摄入超过78克每天与肾结石发生风险无相关性。有研究表明高蛋白膳食可增加尿钙的排出量，但也有研究表示低蛋白膳食本身导致骨质疏松，而高蛋白膳食通常可增加钙的摄入。这点大家见仁见智，但别吃那么多总是没错的。最后来多讲2句，大家一听一过就完事儿了。根据蛋白质参考摄入量，我估算了一下，不论男女，在18到65岁之间，自身体重就是公斤数乘 0.9， 这个数值基本就在 RNI 附近，是比较适量的。在 Healthy Line 中有文章说，在骨骼健康方面，更高的蛋白质摄入量是一件好事的观点。关于最多吃多少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。每公斤体重吃 4.4 克也没吃出问题，只要不狂炫，应该就不会出问题。关于下期视频，我们来讲脂类。下一期可能要过一阵子了，脂类不是很好讲，自己看的也迷迷糊糊的，怕讲不明白，再研究研究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疑问，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